係嗰位網友嗱，我日日都有講呢一個俄烏戰爭啦。今日又用一個全新嘅角度講，就係講呢個戰爭咧開始咧就打啲你估唔到嘅地方，而佢咧又產生啲咧你估唔到嘅影響出嚟嚇。其中一樣嘢就係俄羅斯第二大銀行 VTB 限制提款，呢件嘢係點發生嘅呢？點解值得留意呢？呢個就係深海一閃，今季限定真味登場，精選日本冰庫丸熒光魷魚。食之前先輕輕除去眼睛、眼嘴同透明軟骨，再沖洗乾淨，簡單幾步就可以享用。肉質細嫩，爽口彈牙，鮮味喺口中一下爆發。刺身、火鍋兩種食法，唔使飛日本都食到地道滋味。想試就要快。好啦，嗱呢個熒光魷魚嚇，呢個就係好好食嘅。呢就係如果講進入批發零售市場呢，我哋全香港第一嘅。呢個食環署因此係檢驗咗好耐，中過菌，證明非常乾淨，係可以當刺身食嘅，刺身等級嘅嚇，試食價55蚊啫嚇，呢個係好啦。嗱，首先講發生咩事嚇？首先第一就係最近咧，俄羅斯咧就好多人去銀行度攞咗啲錢出嚟擺喺屋企，唔信個銀行體系，呢個係真嘅，已經提咗好多勞保出嚟。尤其是嚴重嘅就係呢間銀行 VTB， 由7月8號到8月1號 VTB 臨時收緊咗克里米亞嗱，呢個證實㗎嚇，同塞亞斯波托爾境內 ATM 對部分他行卡嘅提款限制，即係你本來咧佢喺度系統，大家互相可以去你個嗰度攞錢嘅，第二間銀行嘅卡去佢嘅 ATM 嗰度攞錢咧，限制咗佢嘅客戶使用 VTB ATM 嘅時咧，每日只可以攞至多攞15000盧布，15000盧布即係幾多錢啊？即係幾十蚊美金，即係幾百蚊啦。每個月咧，至多咧可以攞5萬盧布，5萬盧布咧就係3-2千蚊啦。個期間好長啊，呢一個係期間好長。咁啲人就覺得，咦？呢個係咪 VTB 大鑊咧？嗱，首先我話俾大家聽 ，VTB 點解大鑊咧？佢係俄羅斯第二大嘅銀行。我哋而家唔證實話人哋去擠提佢冇，但係佢牽涉到幾樣敏感嘅嘢。克里米亞第三方銀行卡 VTB 嘅 ATM 限付嘅提款限制，你唔可以話 VTB 冇錢嘅，佢係俄羅斯第二大銀行，係個總資產值係幾千億美金咁上下嘅嘢啦，即係幾萬億港紙嘅一間銀行嚟嘅，呢個就係佢係太過重要啦。第一，佢係俄羅斯第二大銀行。如果呢間銀行都出事呢，咁俄羅斯就冇乜邊間銀行咧係安全。第二，佢係克里米亞最大嘅金融體系，牽涉到克里米亞。而家你就會諗到克里米亞嘅局勢咁緊張，你喺克里米亞有咁大嘅 exposure， 你係咪危險啊？任何提款疑慮都變咗信心問題。佢企喺兩條受襲嘅經濟鏈嘅交叉點，都係牽涉到 VTB。第一，克里米亞風險。克里米亞係全面受到襲擊啊！燃油、電力、物流、ATM 都受到襲擊。咁你喺克里米亞好多分行嘅，你嘅業務係咪會被打殘啊？呢個係第二。Wildberries 嗱，呢個就係我講戰爭嘅規則嘅改變，就 Wildberries 野草莓嚇。Wildberries 咧 VTB 咧係佢主要信貸及戰略合作銀行。呢個大鑊啦！原來佢主要係佢借錢俾呢個 VTB， 而且咧佢想收購咗 VTB 嗰間銀行嘅 WB Bank。VTB 咧有間銀行。VTB 咧就好多客戶，咁嗰啲銀行咧就係即係佢就想買咗呢個WB Bank， 即係 Wildberries 嘅銀行咧，就將佢嗰啲零售客踢咗入去佢個體系入邊。
Wildberries 一陣我講俾大家聽，呢、個就係大家都叫佢做俄羅斯嘅亞馬遜，佢係受到襲擊，大量襲擊，而你係借咗好多錢俾佢，而呢佢嘅主要銀行，而你好多業務喺克里米亞嚇，咁呢一個烏克蘭係咪打擊呢個 Wildberries？ 佢一打 Wildberries， 我都覺得好奇怪，係咪就為咗發動一個襲擊，令到呢個 VTB 出事，又令到俄羅斯嘅金融體系受損呢？冇證據證明。但係 VTB 實際上就兩個風險嘅交匯點。好啦，講到 Wildberries 啊，呢個烏克蘭枕住襲擊 Wildberries， 佢佔幾多呢？俄羅斯有兩間，佢係兩間大嘅 Wildberries 同 Ozon， 兩間加埋犀利咯，佔咗77% 單，53% 銷售額，咁犀利嘅呢個係。大型集中式物流中心遍佈俄羅斯全國啊！呢一個係佢淨係佢佔咗56% 單，23% 銷售額。烏克蘭話佢運送無人機零件，所以去打佢。呢個係軍民兩用嘅呢個物流網，仲要澄清。佢運送嘅咧好多係民生嘅嘢啊，包括咗呢個服裝啊、鞋啊、家具啊嗰啲咁嘅嘢，但係又亦都有晶片啊、電路板啊、感應器呢個模組、定位模組呢啲咁嘅嘢，有呢啲咁嘅嘢。個 Wildberries 咧就好多嘅物流中心，好似亞馬遜咁，咁佢愛嚟支撐嗰啲消費者，愛嚟送嘢俾消費者啦。啲商戶咧，好多嘅電商依賴佢生存啦，好多供應商咧、物流咧，都係以 Wildberries 為核心嘅。Wildberries 一受襲咧，個風險咧就傳入銀行喎。呢個就係嗱，首先第一，呢個就係物流中心如果受襲，佢就冚冚聲起火啊！個貨倉同存貨受損，賣唔到單。攞唔到錢 ，Wildberries 咧要賠錢俾人喎，人哋有買保險喎，而家燒咗，你要賠錢俾人。喂，嗰個 Wildberries 嘅現金迅速惡化，咁銀行借俾佢個風險就大增咯。呢個就係受襲嘅風險，呢個就係唔止影響網購配送、物流問題、現金問題、金融問題，呢個就係呢個金融問題。佢其實係一個銀行節點，一打擊呢點咧，就影響好多人嘅生活。嗱，我哋睇下烏軍攻擊 Wildberries 嘅物流網絡。烏克蘭持續攻擊，7月中起，呢一個 Wildberries 遍佈俄羅斯嘅物流網絡。根據路透社講，到8月初已經20個據點受襲，公開估計14個主要貨倉遭受攻擊。涉及嘅面積150萬平方米 ，Wildberries 咧總共有560萬平方米，有1/3咧受到打擊咁滯。20個相關據點受襲，14個主要貨倉，17日內超過150萬米，佔物流空間27%。咁 Wildberries 係重傷喎，同啦好多客嘅 argument 喎，呢個就係 Wildberries， 呢個就係。而 Wildberries 咧嘅主要銀行咧就係 VTB。好啦，第二講克里米亞。克里米亞即係話呢個 VTB 話因為網絡擠迫問題，所以攞唔到錢。咁呢個如果我哋理解嘅就係Internet 上嘅逼車，咁你1-2日一定解決啦。咁啊有個可能，唯一真實有可能嘅嘢係乜嘢咧？佢運唔到錢去克里米亞，克里米亞嘅 ATM 撳唔到錢出嚟。嗱，呢個有幾個原因啦。第一，嗰啲人咧已經係攞好多錢出嚟啦，尤其是克里米亞喎。克里米亞係咪好多人會喺盡量撳啲錢，攞咗啲錢離開克里米亞咧？呢個第一點。第二點，
你運大量現金運入去克里米亞補充，係唔係好驚呢？成日受到呢個烏克蘭嘅襲擊嘅喎，呢個係入去呢個克里米亞嘅路，而且克里米亞冇氣冇電油冇電，好多嘢都冇，成個克里米亞唔係咁容易將嗰啲現金集中同埋 distribute 去嗰啲 ATM 度嘅，咁所以呢一個去到克里米亞，如果係個 ATM 唔夠現金呢，你又可以理解嘅。好啦，去到呢度呢，我哋就 draw 個 conclusion。而家打仗呢，唔係一定要炸軍隊喎，只要另一個地區啲貨運唔到、供應唔到、通唔到、俾唔到，經濟本身變咗戰場。可以打啲乜嘢地方呢？燃油供應啦、電力供應啦、物流供應啦、通訊啦、支付啦，打呢啲嘢一樣係可以令你個國家崩潰。以前點解唔打？以前唔會打呢啲嘢喎，導彈太過貴，一個長程導彈得好少，得幾百個長程導彈，梗係打機場啊、雷達啊、指揮中心、軍火庫啦，係嘛？普通民用基建唔值得用昂貴武器喎。你打，所以初佢打 Wildberries 我都覺得好驚訝。打一個亞馬遜倉咁啊，燒晒啲衣服鞋襪咁樣，值幾多錢呢？你值幾億啊？當你值幾億好巴閉啦，都唔會燒得晒係嘛？而家呢啲無人機好平，幾千蚊嘅啫。大鑊啦！佢就可以去打你呢啲倉噶咯。個成本唔同喎，呢個係以前唔值得打嘅呢，而家都值得打，而且呢仲好有理由打嚇。而家唔係問我打咗你棟樓燒唔燒晒值幾多錢，係問呢個節點啊，佢係一個節點，打咗你呢度有幾多人受害？物流啦、銀行啦、消費者攞唔到貨啦、電力啦、供應商啦。佢係打嗰啲 network 嘅中心，打你嘅系統嘅一個關鍵點，佢枕住打呢個關鍵點，即係好似拳擊咁，你隻腳跛跛下咧，我就不停掃你隻腳。你冇咗物流咧，你就大鑊咯。而且咧，我要話俾你聽，打呢啲貨櫃中心梗係好打啦。第一，好 Q 大，全國都有10幾萬平方米嘅物流中心。好難打唔中，搬唔走，而且啲物流中心呢冇防空設施嘅，因為唔值得，唔會防備呢啲嘢嘅，冚唪唥係啲軍用設施，好好打，派幾架無人機去打，一打呢着火燃燒，仲有一燃燒呢，附近10幾里嘅人都睇到，嗰啲人呢，你諗下啲居民，如果一睇到呢啲Wildberries 嗰啲物流中心起火，就即刻諗到，哎呀，我買咗呢嘢點啊？以後我仲買唔買到嘢？係好容易引起恐慌，大鑊啦！呢個係我冇 M 巾喎，咁點算？喂，無人機啊，唔使炸爛成棟嘢嘅，只要起火燃燒，濃煙擴散，個倉停運，就搞到你雞毛鴨血，而令嗰啲人民產生恐懼，攻擊成本好少，防守損失好大。呢一個係防守方要承擔貨倉、存貨、消防、停業、轉運、賠償，總之害到你雞毛鴨血，而且係牽涉到好多人。即係揀一點啫。多地方打啦，我問你點防守啊？而家咁打，防守者守全國。物流倉、油庫、變電站、鐵路、通訊塔、數據中心，要全面防守係不可能嘅，而佢係好平，佢得閒就嚟打你。現代經濟越有效率呢，打仗嗰時越脆弱喎。而家係因為咧打你一啲地方，你就成個死咗。我舉個例啦，打晒啲數據中心，個網停咗啊！
俾唔到錢啊，成個經濟就崩潰。煉油廠唔使講啦，燒咗倉 logistic， 喂冇日常生活啲嘢，冇咗電又會即刻冇水。升規模經濟同 single point of failure 啊，係同一件事嘅兩面。個經濟好大嗰時咧，佢一定係有啲地方打一點就會令到好大片嘅嘢咧受到損失嘅。現代經濟就係咁嘅，同埋小農經濟唔同嘅。中國同日本打中日戰爭嗰時，佢打極中國都唔使投降，因為中國落後啊嘛，落後就唔使投降啦。一個物流嘅節點啊，係連接住成條現金流嘅消費者、Wildberries、seller、supplier、銀行。物流問題變咗金融問題喎。好啦，而且咧真正嘅危險，打呢個 Wildberries 呢啲咧，問題係打咗好多人嘅現金周轉，啲貨賣唔出，要賠 seller， 再送過收入，然後喺呢個俄羅斯嚟講啊，呢個特別嚴重，因為個利率好高。嗰啲企業啊，佢現金好緊張，個時間好緊張，14% 利率拖一個月啫，你就唔見咗1.2%。高利率之下，營運停頓嘅時間就係極高嘅成本。俄羅斯因為咁高嘅利率，個容錯個經濟嘅容錯率咧係好低嘅。俄羅斯嘅經濟唔係一定會崩，但係 margin of safety 越嚟越薄。高息又打擊能源、物流、財政，好多個 shock 同時存在先係問題。你要解個問題就係你係解決唔到呢種對抗戰爭嘅方法。而家呢一個烏克蘭襲擊俄羅斯嘅無人機，比起俄羅斯襲擊烏克蘭嘅無人機咧，差唔多咧係多咗10倍，而且咧佢仲增加緊添，而且咧佢仲消耗晒你所有嘅防空彈藥。系統唔係線性嘅，5% 受損可能頂得順，10% 受損依然可以運轉，到一點，突然間死晒火，可以變咗一個整體嘅failure啊！唔知幾時盧布可以印嘅，即係你好難搞到俄羅斯嗰個銀行體系破產，但係信心咧係入唔到嘅。如果 VTP 真有流動性問題咧，可以注入盧布啊，提供復回購，提供流動性。但係居民一旦唔信咧，提款嘅動機自己放大，即係居民咧，只要覺得你 VTP 有危機，佢係會點啊？佢係就去提錢，因為佢提錢咧，佢冇風險嘅喎，我至多攞咗出嚟，有少少唔方便擺屋企啫。如果你真係瓜咗，佢係負無限大嘅危險，所以任何一個理智嘅人，如果有銀行提款，你隔離屋去提款，你立即去提款，因為提款付出嘅代價好少，唔提原來你真係有問題，個 failure 係好大，呢個就係近代金融體系嘅一個好大嘅弱點嚟嘅。最後結論，而家咧原來啲真正嘅戰場系統咧係整個經濟系統。唔止前方同前線同後方消失，廉價無人機遠程可以打高連接經濟節點，放大晒對物流、能源、金融信心嘅衝擊。以前係昂貴嘅武器打昂貴嘅目標，而家咧係用廉價嘅武器打你呢啲節點。嗱，打物流、打能源、打燃料供應。打金融體系、打通訊，一打到呢地方就一大幫人受害。呢度唔入得啊！我係嚟參加活動噶噃。想博懵阿蘇，65歲以上先可以參加。你80幾歲噶啦？點解睇落完全唔似？頭髮又黑又濃密嘅？全靠我最近換咗呢隻全新第3代雅烏諾啊嘛。好，呢個 Aurora 呢個係自己查過，個個都話好方便嘅嚇。而家買翻去415蚊，大約8折俾大家。OK， 仲有 Soylab 2個禮拜見證脫髮激減71%，225蚊就係洗頭水，呢個係專醫脫髮嘅，
保證2個禮拜後你就立即唔甩㗎啦啲頭髮，一件9折，兩件7折，呢個係精華素都係270蚊，一件9折，兩件7折，係用黑豆提煉，喺韓國一個生咗 cancer 甩晒頭髮嘅人實驗出嚟嘅，結果呢隻嘢咧嘅特色咧就喺日本都好好賣。